咁喺大家睇到呢條片嘅時候，呢個 Omicron 變種病毒咧，淨係喺全世界咧以勢如破竹之勢侵蝕所有嘅國家。咁我哋不斷都收到一啲零零星星嘅數據咧，就顯示呢個 Omicron 嗰個傳染嘅能力咧係非常之高嘅。咁譬如喺英國咁計，咁啊每隔2日新症 Omicron 嘅比例咧都會翻一番。咁而我哋亦都知道咧，即使你打咗2針嗰啲 mRNA 疫苗啊，牛津疫苗又仲差少少啦，或者你就算好翻感染過 Covid 好翻，嗰個保護咧對於呢個新嘅病毒 Omicron 嚟講咧，都係咧就冇乜作用。唔係話完全冇作用咧，其實咧就打針同呢個你感染之後天然感染復原之後，都能夠好有效咁樣防止你感染呢個 Covid 之後有重症，但係淨係單防止感染 Omicron 引起輕症咧嘅能力咧就非常之低啦。咁換句話講咧，就差唔多係你中我中個個中啦。呢個 Omicron 咧，你都睇得出咧，佢好似一個海嘯咁樣咧，就喺度攻陷緊全世界。差唔多一定咧，佢會成為下一種主流嘅新冠狀病毒。咁我同大家都一樣，對呢個咁嘅情況真係覺得非常之失望，因為即係疫苗當初推出嘅時候，即係佢有好高嘅防止感染同埋防止重症嘅能力嘅。咁大家都記得啦，即係差唔多90-95%。咁雖然我都知道好多疫苗咧，我哋現存即係之前嘅疫苗其實都只係能夠防重症，唔能夠防感染嘅。咁但係居然有一支疫苗咧2樣都能夠防嘅話，咁當時咧都令到大部分人有一個好大嘅期望。咁但係隨住呢個 Alpha 啊、Delta 啊，再加埋而家 Omicron 嘅出現咧，咁呢個疫苗能夠防止呢個病毒去感染全世界個期望咧，慢慢就落空。雖然咧疫苗都仍然可以防到重症，變咗咧打疫苗咧就係一個即係個人保護自己嘅主要嘅方法啦，即係令到自己咧，即使感染咁，大家都好大機會最終都感染到噶啦。咁就即使感染咗咧，都唔會有重症，唔使入醫院咁解啫。咁我講翻今日呢個主題就係究竟疫情咁樣幾時先會結束呢？我哋而家睇得到嘅情況就話呢個新冠狀病毒同佢嗰4個親戚，即係平時每一季都引起啲傷風感冒嗰4種普通嘅冠狀病毒個特性咧就越嚟越相似啦。其實都睇得出就係話每季咧其實大家都會感染呢個普通嘅冠狀病毒，引起啲普通傷風感冒。咁跟住你身體可能對嗰隻病毒有少少嘅抵抗力，但係過一段時間咧，你個抗體又降低，下一年咧你又再感染翻呢啲咁嘅冠狀病毒咧，又嚟個傷風咁樣不斷落去。只不過咧就一般嚟講，你感染呢啲普通嘅冠狀病毒，重症嘅機會就好低咁解嘅啫。咁而家我哋有啲好初步嘅數據喺譬如南非睇落去咧，呢一個咁嘅新冠狀病毒，呢個 Omicron 呢個新變種，佢引起嘅病咧，似乎嗰個重症嘅比例咧，就比起之前嗰幾波嘅疫情就相對比較少一啲。如果真係有咁嘅傾向咧，其實都唔出奇啦，因為咧佢始終都係一種冠狀病毒，慢慢個特性咧就同我哋平時見開嘅冠狀病毒咧就越嚟越相似。即係如果大家期望一個客觀嘅標準，即係話疫情嘅數字減低到某個數字啊，咁啊重症嘅數字咧減到某個 level 嘅話，就代表疫情結束咧。咁呢樣嘢咧，似乎都好難實現到，好難盼到有咁嘅一日啊！因為病毒同我哋共存嘅機會都相當之大。咁但係換一個角度嚟講咧，其實呢個疫情咧，就如果冇一個客觀標準嘅話咧，咁嚴格嚟講，我哋其實咧，我哋中意幾時宣布佢結束就結束噶咯。即係話，如果幾時一個地方嘅政府啊、專家覺得疫情咧就即係已經到一個可以控制嘅範圍啦，即係對於大家譬如話即係引起重症啊、死亡啊、入院嘅個案咧，開始咧就即係唔
係話大到一個地步，大家接受唔到嘅話呢，咁其實呢就可以隨時宣佈佢結束嘅喎。即係好似傷風咁樣，咁你唔會話宣佈幾時我宣佈呢個傷風呢就呢個疫情結束啦，咁大家呢以後都唔會有傷風啦，唔會噶嘛。即係話佢會不斷咁每年都嚟，不過呢就話佢如果對我哋嘅傷害唔係咁大嘅話呢，咁大家呢就唔需要話下下就要即係封城封關停學咁影響咁大啊嘛。而家越嚟越多專家呢就會開始建議呢，就將個目標呢就比較現實一啲啦。即係話如果我哋唔能夠消滅佢嘅話呢，咁只能夠同佢共存。咁我如果要同共存嘅話呢，我哋呢就要諗辦法呢，就令到呢種嘅共存呢，就病毒對我哋嘅傷害呢就減到最低。打疫苗都係重要啦，因為打疫苗呢可以保障你自己，即係遇到呢個病毒，因為你遲早都遇到噶啦。遇到呢個病毒嘅時候呢，就唔會有重症咁解。咁當然你打咗針呢，就唔係好保護到其他人嘅。咁因為呢針呢就即係減低即係感染嘅能力呢，就相對就低一啲，減低重症就 OK。同一時間咧，就各國咧就應該要再加多啲力度咧，就去發展一啲治療方法，即係話譬如佢有啲咩藥物咧，即使感染咗之後，都能夠有藥咧減低佢哋變成重症變成嚴重嘅機會咧，亦都係重要。即係等於鄧敏福去醫呢個流感咁樣一樣啫。大家都要繼續留意呢幾個星期有關 Omicron 嘅最新資訊，究竟呢個病毒係咪真係我哋預期咁樣？係咪慢慢變得比較溫和啲，變成一個全球嘅風土病？好，今日咧就多謝大家收睇，請你留言、點讚、訂閱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